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位。如何购买游戏机？现看我视频的大多数也是学生党啊，或者是已经有一定主机玩家经验的人，所以这边我们就着重聊一下学生党的价位。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掌机，而预算呢也是由低到高来排序的。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跳到自己想了解的部分观看。那么大家现在看到我手上的这款，就是任天堂 NDS 系列的 Lite 型。这款机型比最初的 NDS 在观感上要好不少，这也是我推荐它的原因，并且它也是 NDS 系列少数支持 GBA 游戏卡的型号，并且目前它的闲鱼的价位也比较保守。如果你不去购买翻新机的话，那么这款机器可能只要100出头，甚至不到100就可以拿到手。不过要注意的是 ，NDS 里的大部分游戏还是以像素风的形式来呈现的，但是同样的，里面有极少数的 3D 游戏。不过 3D 游戏的表现嘛，只能说是不太理想。不过话虽如此，但是 NDS 游戏库却是十分庞大的，从任天堂第一方的马里奥到育碧的刺客信条，甚至到动次使命召唤都有涵盖。不过在游戏的系统上，第三方游戏的移植都有不小的改动。那么这款游戏机在我这边的定位是一款任天堂游戏的入门机型。如果你不是那么的追求游戏的画面，又或者比较喜欢像素风的话，那么这款便宜又好玩的任天堂启蒙机应该会给你带来不少的快乐。NDS 虽然没有强大的机能，但是它靠着巧妙的机型设计，很大程度的规避了它性能上的不足。由于机型设计而带来的多样的玩法，就是它最大的特色，并且这款机器有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外设，可以让大家自己折腾。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一句，在闲鱼购买一定要好好斟酌，防止受骗。那么接下来这款想必大家都会很熟悉了，这边是在国内盛极一时的索尼 PSP 掌机。单就外观工艺上来讲，我可是非常喜欢 PSP 的。那么我手上的这台是 PSP 的1000型号，也就是 PSP 的出版机，在分量上会比较扎实。虽说 PSP 还有许多衍生型号，但是我这边推荐的还是 PSP 1000型号。如果要问我为什么的话，应该可以说是它比较便宜吧。并且现在这台机型也只需要150上下就可以到手，并且能玩到的游戏也同样非常丰富。PSP 凭借着它强大的性能，在游戏的画面表现力上远远的超过了 NDS， 并且在游戏软件方面也有着各种大作扶持。抛开索尼的2部战神不谈，单就卡普空的怪物猎人和阿星的侠盗猎车手就足以拉高 PSP 的地位。而且即便除去游戏功能， PSP 依旧可以当做一款 MP4 来使用。不过看视频和听歌这2个功能还是交给手机比较稳妥吧。并且与 NDS 相同， PSP 也同样推出了许多有意思的外设，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去收集体验一下。PSP 给我的第一观感不像是一款游戏机，而像是一款工艺的艺术品。它有着在那个年代超前的性能和十分不错的游戏画面，无论是 3D 游戏还是2D 游戏都能处理得十分出色。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无论是 PSP 还是 NDS， 发售时间相较于现在都十分久远了，所以很多游戏的玩法和操作都可能不是很符合现在主流的审美。不过如果你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就能很容易的在 PSP 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让这款十分经典的掌机继续发光发热。那么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一款同样也是来自任天堂的一代神机 3DS。 在游戏机的外形上，它采用了 NDS 类似的翻盖设计，同时也向下兼容 NDS 的所有游戏，甚至可以与 NDS 进行联机。不过虽然外形与 NDS 相似，但是质感却比 NDS 强了不少。并且像它的名字一样， 3DS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支持裸眼 3D。 不过也是比较可惜的一点，这个裸眼 3D 它并不会追踪头部，只会显示在我们的正前方。一旦我们的头稍微偏离了一点，就会形成重影，从而影响游戏的正常体验。并且这个裸眼 3D 开久了以后会产生较强的眩晕感，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下影响玩家的视力。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这个裸眼 3D 在某些游戏中的表现却十分抢眼。例如马里奥 3D 乐园中就有许多谜题需要我们开启裸眼 3D 来解决，并且这些谜题的设计都十分的巧妙。再就是像怪物猎人系列的开头 CG 中加入裸眼 3D 功能的 CG 播片，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并且如果你在游戏中开启裸眼 3D， 可以稍微增加画面的锐度，让游戏看起来更加清晰一些。并且同样的，在 3DS 里也有许多知名的作品，例如卡普空怪物猎人系列的续作，基本都是在 3DS 平台独占发售的。再加上像生化危机启示录这样任天堂让第三方为其量身定制打造出的游戏，与第一方游戏相辅相成，为 3DS 游戏内容增加了许多精品。并且 3DS 中许多游戏的画面以及玩法放到现在都十分能打。如果你是一名预算不足的学生党，那么这款 3DS 就是我最推荐你购买的任天堂机型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为止了。下期视频我会向大家推荐一些价格稍高一些的掌机，也是请大家持续关注这个系列。我是三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